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上，妻子竹马当众用法语问他：“宝贝，有没有兴趣再续前缘？”妻子一边体贴地给我倒了杯水，一边笑着回答：“晚上老地方，不见不散。”我握着的水杯啪的一声在地下摔碎。妻子一脸紧张问我：“阿哲，你怎么了？”我挤出笑容回答：“没事，就是水太冰了。”可明明水只是常温，是我的心寒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同学聚会上，许多人都借着这个机会推杯换盏，为自己寻找合适的阶梯向上爬。只有老婆苏念安握着我的手，心无旁骛，给我布菜倒水，体贴的模样，看着周围的男同学们好不羡慕，可我的心却坠入寒教。老婆大抵是忘了，当时她也是为了追求我才学的法语，而我是法语专业的研究生。怎么了？看着我沉思的样子，苏念安抬手捏了捏我的脸，跟我耳鬓厮磨。不少同学看着我们恩爱的模样，纷纷传来羡慕嫉妒的目光。你今天太美了，把我都看傻了。我垂眸低语，尽量表现出跟平日一样的淡然，接受苏念安的亲吻。一旁同学们的议论声不绝入耳。哎呀，都在一起快7年了，还这么腻歪，可不是吗？都说穷看老婆，富看老公，现在2个人还是恩恩爱爱的。老公，到时候7周年我有个惊喜给你。苏念安贴在我耳边轻声开口，可身上却还有着陈奕迅身上的浓烈香水味。我微微皱眉躲开，眼神意味深长。是吗？我也有个惊喜要给你。听见我的话，苏念安笑得明媚，没有注意我刚才的异常，继续举杯加入同学聚会的欢愉现场。看着他的背影，我的思绪渐渐飘远。当时我只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学生，因为对他一见钟情，这还头脑一热追求他，却不想他答应的爽快，但唯一的要求是要我不能背叛他。我满心欢喜的同意，满脑子只有美人在怀的欢乐，却忘了细究他言语里的漏洞。他让我答应他不许出轨，却没说他不行。他跟竹马的旧情复燃在3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端倪。当时他骗我去参加品牌发布会，转头却在家楼下上了别的男人的车。我以为我会跟他吵闹，就此决裂，却不想我异常的冷静。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算是懦弱。我不想跟他直接撕破脸，也算是给我们这份感情最后留一份体面。好在还有1个星期，我就可以成功离开苏念安。等我国外的录取通知书拿到手，我就可以开始我的新生活了。同学聚会结束，老婆面色酡红的倒在我身上，嘴里却喊着别人的名字：“老公，阿轩。”我好难受。闻言，我身体一僵，他似乎也反应过来什么，急忙站直身子：“没有，我刚才说的是阿炫、陈奕轩、沈玉炫。”原来我跟那个传说中的小三名字竟然都这么相似。没事，我们回家吧。我没有纠结，反倒是他抓住我的衣角不让我走。你只是听错了。他执拗地让我想笑，可我知道他一向敏感，如果不顺着他，说不定他会发现我要离开的事情。我知道你喝醉了，我们早点回家休息好吗？看着我一如既往温柔的样子，他才终于放下心来。那我们回……还没等他说完，急促的电话铃声就打断了他。看见备注的那一刻，他侧过手机，推开我走到一边，用口型告诉我是工作电话。可与此同时，我的手机却提醒收到了一条短信：“沈玉炫，你猜今天晚上
安安会选择陪你回家，还是跟我约会？我抬头看向不远处，面色甜蜜，眼眸都泛着柔情的苏念安。其实根本不用等他打完电话，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果不其然，那边的苏念安挂断电话，便神情匆忙地向我走来。老公，我没办法跟你回家了，公司出了点事，我要去一下。我的手机再次震了一下，苏念安下意识询问，我笑着，眼底却落寞。我养的一盆花被别人连盆带花一起拿走了，估计是发来提醒我的。啊，怎么会这样？苏念安蹙起秀眉，依旧逆着我撒娇。你付出了那么多心力，怎么能被别人顺顺便便就带走呢？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帮你要回来的。他义愤填膺地为我说话，我却只是笑着对上他不满的眼睛。花也是有生命的，他执意要跟别人走，我有什么办法呢？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炙热，苏念安眼眸一瞬间闪过慌乱，随即再次轻轻吻在我的脸侧。你放心吧，花会走，但我不会。老公，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苏念安朝我眨眨眼睛，卖着萌。没等我说话，催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苏念安收敛神色，急急忙忙挂断电话，抱歉地看向我。得到我应允后，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在下一秒被我拉住手腕。安安，如果今天晚上我不让你离开我，要你陪我，你会走吗？像是为了印证自己心里的猜测，我的心在滴血，可面上却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朝他撒娇。我想你陪我。最后，苏念安还是丢下我走了。其实他犹豫的那一刻，他躲开我接起地那话的那一刻，我就该知道了，是我一直不愿意放过自己。可是现在，我让他走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向地库，再次收到陈奕轩发来的挑衅短信，是一张情趣睡衣的照片。这是今天晚上安安要传给我看的哦。我没有回复，只是默默截图。可转身之际，还是忍不住扶住了一旁的柱子，头晕目眩起来。饶是再怎么理智，这样的背叛我还是不能淡然接受。好不容易强撑着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我浑浑噩噩地在沙发上睡着，一觉睡醒，墙上的时钟指向4点整，玄关还是没有丝毫动静。手机倒是有2条苏念安在2点01分发来的短信：老婆，老公，公司实在太忙了，我走不开，晚上不用等我了。老婆，等我明天早上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虾饺哦。看着消息，我苦笑着攥紧了拳头。若说爱我，他此刻可能正陪着另一个男人翻云覆雨；若说不爱，又愿意为我去买早上5点钟的虾饺。我深吸一口气，红着眼眶踉踉跄跄往楼上走去。打开房间门，指尖一一抚过苏念安精心为我选择的礼物。之前收到礼物时的心情有多愉悦，现在就有多痛苦。曾几何时，我真的以为是真爱降临到我身边了。彼时的我穷得吃土，可只要我多看2眼的东西，苏念安都会买下来送给我。婚后对我更是的大方，恨不得将天上的星星都给我扣2颗下来。可如今，我叹了一口气，在网上预约了个6天后的快递。既然现在不是纯粹的爱，那这些爱的载体，我就应该给现在苏念安爱的人。选好陈奕轩的地址后，我长吁一口气倒在床上，泪水不自觉滚落。苏念安回来时，正好看见我将他送我的佛珠扯断，他惊叫着过来拉住我，险些滑倒，眼神满是惊魂未定。老公，你在干什么？这可是我3拜9叩，拜了99层给你保平安的，
这串佛珠的意义对我们俩的意义很是深重，不仅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更是苏念安第一次为一个人做到如此程度。我的花没了，我也想让他平安，所以想取几颗分给我的花。既然不是完整的爱，我便不要了，不如全部扯断。听到这话，苏念安松了一口气，很快眼神带上了嗔怪。可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我又怎么会不知道？我就是故意的。这串佛珠是当时我们爱情的见证，那么现在最应该舍弃的就是它。哪怕后来苏念安送我的礼物再贵，可我最中意的还是这条价值不过50，可心意却值100亿的手串。对不起，安安，为了弥补你，我在纪念日那天给你准备了礼物。真的吗？他的表情很快多余转情，开心地抱住我亲了一口。正好我也有个礼物要给你，纪念日那天我们礼物互换好不好？见苏念安开心，我也笑着应下，可心底的寒意却不断蔓延，直到沁入我的四肢百骸。走吧，我给你带了热乎的虾饺。见我应下，苏念安兴奋地拉着我来到餐厅。今天的人有点多，我多等了会，但是应该还热乎着，你快吃。在他希冀的目光中，我垂眸咬下一口，很香，很鲜甜，却不是我喜欢的味道了。从前，苏念安惹我生气或心里有愧时，都会绕半个城市为了我买这份虾饺，因为这是我幼时的味道。长大后搬离那里，我就再也没吃过。直到苏念安知道了这件事，他打下包票，只要我想要，他就会去买。可见昨晚苏念安和陈奕轩两人有多如胶似漆，甜不可分。以后别买了，我味如嚼蜡。开口说着，不是以前的味道了。我站起身来，他却急忙越过餐桌，拉住我的手。怎么会呢？师傅还是以前那个。说着，他戛然而止。没关系的，老公，只要你喜欢，以后什么口味我都可以给你买到。不用了，我不喜欢吃虾饺了，也不喜欢你苏念安了。女人的直觉一向很准，虽然苏念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仍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直到我说时是因为没休息好才精神不振，他才愿意松开我的手。只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守在我的身边，寸步不离。若是以前，我肯定会欢呼着抱住他，庆祝好不容易的甜蜜时刻。可现在我只觉得烦躁。明明他对我的举动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可我却像吃了苍蝇般恶心。我亲眼看着他如何从家族中一步步厮杀，好不容易做到了现在的品牌主理人位置，也心疼他的努力和辛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要求过什么。身侧专属于陈奕轩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不厌其烦地挂断，继续转身陪我看爱情电影。我的内心越来越着急，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录取通知书也快到了。苏念安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不得已，我只能用我最不屑的手段。晚上，我将苏念安灌醉，拍了几张暧昧亲密的合照发给了陈奕轩。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苏念安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条短信：苏念安，老公，公司有事，我去处理一下哦。我想该是迫不及待的去安慰吃醋的新欢了吧。苏念安，等我处理完回来，我就陪你回老家绵城。手机再次响起，看着满屏的么么哒特效，我关上手机。回老家吗？可我不想了。或许是从小就家庭不幸福，所以我对家的概念格外苛刻。是苏念安再次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我也并不奢求她这样的千金大小姐会跟我一起住在乡下，
可我希望他至少可以陪我回去一趟。可他次次应允，却又一直言而无信。可我却从陈奕轩的朋友圈看到了他们到我绵城旅游的照片。是没时间吗？不，只是不想陪我罢了。所以现在我也不再需要他了。我已经慢慢开始剥离他的生活了。我垂眸，指尖轻触屏幕，轻轻回应一个好字。1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次发来的信息是陈奕轩跟苏念安2人的暧昧照片。苏念安光着身子躺在陈奕轩的怀里，只一眼便知道这1个小时内发生了怎样的翻云覆雨。沈玉炫，你输了。伴随着照片的是陈奕轩挑衅的话语，可我却看着信息心如止水。虽然心间仍有苦涩，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刺痛了。我承认我输了。你想要苏念安老公的位置吗？我直白地承认，且对他抛出诱饵。距离成功离婚，我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对面很久没有再发来消息，可终究还是按耐不住，按照我的要求，将他们从如何搭上线，到怎样亲密接触，再到现在的种种证据，一一发送给我，我一一保存。直到时钟敲响12下，苏念安才打开家门。看见黑暗中的我时，他明显吓了一跳，却又很快回过神来，抱着我撒娇。伴随着他的动作，他身上陈奕轩的香水味钻进我鼻尖，闻见他香水味下隐藏的酒味。我垂眸，从暗处拿出离婚协议书。看来苏念安对陈奕轩用情至深，不然也不至于把平时冷静淡定的自己变成现在这般吃醉。老公，你为什么躲开我？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正当我思绪乱飞之时，苏念安突然开口，将我吓了一跳。但好在只是因为我讨厌这香水味，躲开了些的动作，而并非看见了离婚协议书。见他流泪，我已经心无波澜，可还是抬手替他温柔地擦去眼泪，耐心哄着：老婆，你这么好，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我不会不喜欢你的，只是不爱你了。那就好，你可别不要我。黑暗中，他抱着我脖子的手臂越收越紧，抽泣着将我的衬衫染湿。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他苏念安这辈子非我不可。想到正事，我拿起笔又继续哄他：老婆，上次你不是说要资助我老家的孤儿院吗？批文下来了，你把字签了吧。我小心翼翼地等着他回答，却不想他竟意外的爽快，拿个笔就在协议上签上他的名字。只要你想要，就是天上的星星，我都得扣2颗下来送你。下次这种小事情就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了。身处高位的他，对所有人的防备之心都很重。可好笑的是，他在看出我的紧张的情况下，却这样对我不设防。此刻，我是该感动还是该难过呢？看着他倒在我怀中，陷入沉睡的样子，我还是抬起手，最后抚摸了一遍他的脸颊。我们这样也算是好聚好散了吧？我将他温柔地抱上床，看着他沉沉睡去后，将离婚协议书放在我买来的粉色礼物盒，打包好上了锁之后，放在房间最显眼的位置。之前就答应送他礼物，那这个礼物就让他在7周年的时候拆开吧。做好这一切，我拿起电脑，来到书房，锁上门，开始整理起今天陈奕轩给我发来的全部内容，一一略过这些年苏念安所有出轨的证据。饶是我再冷静，此刻也心底寒凉。原来在我满心满眼为了这个家付出的时候，他就已经踩在我的脊柱上快乐了。整理好一切，我关上电脑，回到房间，或许是感受到我的存在，
苏念安迷迷糊糊地过来，抱住我，蹭着我的颈窝撒娇：“老公，你干什么去了？去上厕所了，怕吵醒你，去楼下上的。”他生疑，我故作淡定地解释：“自从结婚之后，我对他处处忍让，种种包容，哪怕是连起夜这样的事，都因为怕吵醒他，而大老远跑到楼下上厕所。可他对我的付出熟视无睹，反倒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好，和别人共度良宵。”黑暗中，他点了点头，将我的手臂抱得更紧。“你最近怎么这么黏我？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吗？”感觉到他的依赖，我内心烦躁地开口问道，明显感觉到握着我手臂的力道一紧，他强忍慌张，可还是身体一僵。“老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怎么会背叛你呢？”像是怕我怀疑，他抱着我的力度更紧，甚至手往我的身下探去，试图用欲望压过我的理智。可我什么都知道了，不会再被骗了。我握住他的手，在黑暗中，我胸腔震动的笑声显得格外突兀。“我当然相信你了，你曾经答应过我，要跟我好好过一辈子的，又怎么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呢？”躺在床上，我反手紧紧地抱住他，他依偎在我的怀里，两人心思各异。很奇怪，从前那样的热忱，到现在居然只剩下满心厌恶。我望着窗外的星星，默默等待天明。只要再等2天，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可以成功离开了。其实，我原本可以找个借口将他骗出去，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干二净。可苏念安能站到现在的高位，凭借的不仅家族的势力，更有他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所以一旦让他察觉到我有这样的念头，或者让他发现我离开了，那时候如果再想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天蒙蒙亮，察觉到苏念安有苏醒的迹象，我急忙闭上眼睛装睡。他还是像从前那般，醒了不会老实待着，而是左边戳戳我的脸颊，右边拉拉我的耳朵。没办法，再继续伪装。我睁开了眼，对上他的眼眸。“早安，老公。”听到久违的话，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曾经，这句早安是我们在一起后约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约好每天都要跟对方说早晚安。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约定就不再生效了呢？懒得继续思索，我抬手摸了摸他的头，也道了句早安，继续演着我的温柔丈夫人设。听到回应，他明显很是高兴，欢呼雀跃地在我脸边留下一吻。“好开心啊，老公！”有种回到从前的感觉。听到他这么说，我也很高兴，至少现在对于他来说，对我没有任何警惕性，他对我不设防，我能全身而退的安全性就更高。还有2天，我就可以拥抱我的新生活了。苏念安1步3回头地坐进车里，恋恋不舍地对我挥手，我也温柔回应，直到看见车辆驶离视线，我才收回笑容。原本他还是不愿离开，可我以粉色礼物盒作为要挟，他也不得不从。他那明亮的眼眸似乎真的很期待这个礼物，而我也很期待他收到礼物后的反应是什么。想来一定很精彩纷呈。这样想着，还突然有些遗憾，不能亲眼看见他的表情了。苏念安离开后，我打开电话约见陈奕轩。浪漫的咖啡厅里，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我和他对立而坐，气氛很是微妙。他率先开口，搅动着咖啡的手故作漫不经心。既然都承认自己是输家了，还约我出来干嘛？难不成你想反悔？陈奕轩皱着眉头打量着我，没等我说话，他再次迫不及待地开口。安安心里只有我，
识相的你就赶紧离开，别留在他的身边。碍他的眼了。他的表情带着势在必得，可眼神深处深藏的慌张，还是让我尽收眼底。你放心，约你出来不是为了这个，肉眼可见的。他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发现安安怀孕了。话一出，气氛再次沉静下来，我们对立而望。还是陈逸轩率先移开了视线。你自己不行，不代表我不行。陈逸轩抬手喝了一口咖啡，语气有些洋洋得意。我却没有丝毫难受。其实并非我不孕不育，真正不孕不育的人是苏念安。之前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她无法受孕，却意外养成了容易假孕的身体。为了怕她经常空欢喜一场，我干脆说是不孕不育，却不想苏念安在外面居然这样说我。我没有反驳他的话，开始讲我今天真正的目的。明天晚上我就要离开了，我希望这2天你可以帮我拦住苏念安，让他都待在你身边。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吧。我故意挑衅，果不其然，被我一击。陈逸轩昂着头点了点，那是自然，只要我有需要，安安都会来到我的身边。只是他表情突然有些古怪，握着咖啡的手收紧。沈玉炫，你不恨我吗？我不明白，为什么陈逸轩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恨吗？说不上。其实我应该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和苏念安之间的爱情，其实早就是一个空壳了，也让我明白，爱谁都不如去爱自己好。陈逸轩罕见地沉默下来。我会留住安安2天，但不是为了帮你。陈逸轩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我不道德，可我真的爱他。对不起。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就毁了我和苏念安的家庭和婚姻。轻飘飘的一个爱字，就让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背负上那么多。说实在的，陈逸轩这根本不叫爱，而是自私。陈逸轩说到做到，也确实手段了得，居然就真的就让苏念安再次给我发来了短信。苏念安，老公，公司这2天要出差，我就不回家了。苏念安，等我回家陪你回老家哦。苏念安画的饼我真的快吃不下了。这一次我没有回复，而是果断将苏念安拉进黑名单，继续做我的收尾工作。我还需要把证据导出来，定好时间，到时候可以发给苏念安和陈逸轩，等他们自乱阵脚的时候，便可以全身而退。我猜那时候他们的表情一定很精彩，毕竟我把这一切细心做了编排，甚至还有视频、Word 和 PPT 任君选择。收拾完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我关上行李箱，回到书房，最后浏览了一遍证据，最后居然趴在桌子边睡着了。等醒来时，身上却盖着衣服，桌子上还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看来是苏念安回来了，我一瞬间紧张起来。要是他现在在家，那岂不是会发现一切了？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在卧室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收拾行李。老公，你醒了。他抬起头对我笑得温柔，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般。看来应该没看到我的电脑内容。我看你昨天晚上工作睡着了，就没吵醒你。我在收拾出差的行李呢，我把工作缩减到1天了。我今天晚上就回来陪你。看见我的目光，苏念安补充说明着。不用2天了，我故意问着，欣赏着他一闪而过的心虚表情。对啊，为了早点陪你，我把很多没必要的东西都推了，早点回来陪你。这话说的，自己都要感动了吧？不过还好，只要今天过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总是心慌慌的，总是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是又没什么征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我爸离世的时候。苏念安说着话，站起身来，扑进我怀里，整个人像是被乌云笼罩。我见犹怜，可他虽这么说着，却还着手在准备离开我，奔向另一个男人怀抱的行李。我心中更加厌烦，却还是抬手继续安慰他：肯定是你想多了，老公，你一定不会离开我的，对吧？苏念安抬起头，眼神希冀地看着我，像极了热恋时撒娇求呵护的小女孩。我依旧耐心，生怕她发现端倪。是，我违心地开口，将她拥进怀里，好不让她看见我烦躁的神情。那就好，我爱你，老公。望着他的头顶，我遥想到从前还处在热恋期的我们。彼时苏念安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一直很没有安全感，那时的我总是很心疼他，除了要承受家族中这些无端的压力，还要承受原生家庭的痛苦。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让他过上最幸福的人生，让她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现在我确实做到了，可我也真的没办法再继续和她在一起了。此刻听见她不知还有几分真意的深情告白，我只觉得可笑，也不知道她这样拙劣的话语能不能骗过她自己。她心里真的只有我一人吗？温存片刻后，苏念安松开我，毫不犹豫地提着行李奔向另一个人。就在他出门的下一瞬，我的录取通知书也送到了家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心里如释重负。转身拿起行李箱的那一刻，手机铃声却意外地响起，是苏念安打来了电话。老公，你就在家乖乖等我，我很快就回家。电话里汽车的轰鸣声比他的声音还要大，可见他有多着急往陈逸轩那里赶。可尽管如此，他还要再次打电话来确认我的行踪。你就在家等我好吗？我点头答应，抬手拦了辆车，往机场的方向去。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点击发送我精心为苏念安和陈逸轩准备的礼物，顺便告诉苏念安可以拆开礼物了。接着毫不犹豫将手机卡抽出卡槽，丢向路边。望着落地的飞机，我扬起嘴唇一笑，我的新生活开始了。落地意大利的那一刻，我觉得空气都变得香甜，于是马上拉着行李来到学校报到。其实我原本对建筑学很感兴趣，却因为不想离开苏念安的缘故，哪怕录取到了，也没有到校读书。好在学校愿意保留我的学籍，让我现在也可以继续攻读我想要的专业，感受着学校内的良好氛围，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愉快了。可与此同时，国内陈逸轩的家中，两人刚结束一番云雨，温存片刻后，苏念安便穿起衣服想要回家，在看见我发送的内容时，却如遭雷击瘫倒在地。我发送的正是苏念安和陈逸轩开始到现在的点点滴滴，一起约会，一起做饭，一起云雨种种。很快，苏念安仿佛疯了般站起身来，狠狠一巴掌打向陈逸轩。你凭什么把这些东西发给我老公？你别忘了，你只是个小三，你怎么敢这么做的？陈逸轩被这一巴掌打得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反应过来后，迎接他的又是铺天盖地的打骂。其实我早就明白了，在苏念安这样的人身上，人是分3、6、9等和优先级的。他可以有无数个暧昧对象，也可以有小3、小4、小5，可他心中老公的位置只有我一个人。毕竟我才是他心中那个永远无法取代的第一位。可讽刺的是，我这无法取代的第一位，下面却依旧有着无数的人。陈逸轩只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会成为唯一。
苏念安深呼吸着，脑海里不断回忆着我这段时间的反常，一切反常举动似乎都有迹可循，串联起来了。他再次一巴掌打在陈逸轩的脸上，转身快速跑向车库。陈逸轩，要是阿炫出了什么事，我一定要你偿命。话落，他丢下陈逸轩往家的方向开去。他心里还希冀着沈玉炫还在家里等着他，还有那个沈玉炫留给他的礼物。或许他只是发现了他出轨的事情，可并未对他真正死心。一路疾驰，沈玉炫的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苏念安的手颤抖着打开家门，原本温馨的家也只留下空荡的躯壳。他这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沈玉炫的东西在逐日减少。他猛然回忆起昨天收拾行李时，以往沈玉炫放在柜子里的行李箱，为什么拿了出来？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疯了般跑向房间，那个行李箱和沈玉炫都不见踪迹。呼喊了半天，那个笑脸盈盈的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沈玉炫会离开他，于是他不死心地红着眼眶，把上上下下家里的每个角落找了个遍，最终泄气般地瘫坐在房间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开那个粉色礼物盒。希望打开这个礼物盒，里面放着的是沈玉炫愿意跟他从头开始的信件。可事实上，打开那个礼物盒的同时，苏念安崩溃地喊出声来，他捂着心脏闷声痛哭。粉色礼物盒里赫然放着他当时跟陈逸轩情到深处喝醉时，他亲手签下的离婚协议书。他紧紧攥着那张离婚协议书，声音都染上些许嘶哑。阿炫，你在哪里？你回来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陈逸轩进来的时候，便看见崩溃地坐在地上的苏念安，他下意识抬手去扶，却被他挥开。陈逸轩，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就该去死！你怎么不死？你怎么敢把这些东西发给阿炫的？我恨你，我恨你！陈逸轩没有说话，而是抱着苏念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安慰着：你的身边还有我。苏念安不断挣扎着，却还是被陈逸轩再次抱紧，直到最后哭累了，看着陈逸轩把苏念安抱到床上，关上了监控，抬脚进入教室，开始我的学习生涯。我以为怎么样都要到今天晚上才能欣赏到这样的剧情，没想到手机很快就提示了家里监控的异响。看着苏念安崩溃的样子，想象中的快感并没有出现，反倒觉得释然。苏念安并没有为他做的东西付出相应的代价，可他这样的痛苦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接下来1个月，我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顺利地融入了学校。同学们不仅因为没有我的年纪，比他们稍长些，就对我有隔阂，反倒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些，与我交谈得更加愉快。就算我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安稳地过下去时，意外还是发生了。苏念安还是找到了我，他红着眼扑进我的怀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这些时间对我的思念和他已经怎样跟陈逸轩恩断义绝。可我还是冷着脸推开他。离婚协议书是你亲手签的，我希望我们的感情结束的时候也可以体面一点，不要闹得彼此难堪。听见这话，他红着眼，不敢置信地再次拉住我的手。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你跟我回去，我们重新开始，好好过日子好吗？或者你要是想留在意大利的话，我可以把品牌挪到这边来。我不用了。我冷脸打破他最后一丝幻想。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从前的我只知道围着你转，但现在我只想为了我自己活。身边的外国人听不懂我们的交谈，看着红着眼睛的苏念安和冷漠的我，只把我当成了负心汉。有情有义的人追着我到了这儿，我只会冷着脸推开他。可这段时间教会我一个事情，不管外人怎么说怎么做，遵守自己的内心才是让自己获得快乐的秘诀。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我再次推开苏念安，我们的曾经是美好的，我也承认跟你在一起时间是快乐的，可你没有遵守承诺，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或许是我冷漠拒绝的太过决绝，苏念安红着眼，良久都没有再开口，最后失魂落魄地离开。身旁的友人终于按耐不住来询问我情况，我也只是含糊过去。毕竟我跟苏念安的事情，没必要作为别人同情我或许辱骂他的原因。接下来1年时间内，苏念安真的没有再出现。我以为是他终于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开始生活，却不想在期末考试时收到了苏念安拉着陈奕轩同归于尽的死讯。在他家人的口中，我也大概了解了大概，苏念安还是不死心，可陈奕轩却死死拉着他不放，酒意上心头，两人都对对方说尽了狠话。于是苏念安拉着陈奕轩纵身一跃跳进海中，最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这个结局无疑是唏嘘的，但望着不远处的落日余晖，我还是坚信那句话，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